家有没有觉得这趟旅程好像少了谁呢？各位，这趟是要去庆祝我们2个人的结婚4周年。结婚是没有小孩子的事的。为什么？我们也是因为小孩子。好吧，那我们去把小孩带回来吧。毕竟是周年嘛，我有稍微特别安排。就来看看你规划的怎么样。香港一天这么多航班，就这样子来个1天去个港点也不错啊。很赞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香港的那种短旅程，然后来这边吃吃喝喝，因为香港东西真的很好吃，很适合像我们这种年轻夫妻或者是年轻情侣。年轻只能用在我身上。然后来这边度个2天1夜、3天2夜的小休假。你到底凭什么？我还是很生气。对啦，就是这个，我们订的是喜来登。到了喜来登，先到2楼的 check-in lobby。我们已经进房间了，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表情不太妙吧？房间的烟味很重哎，重到不行。进来的时候觉得我来到钱柜吗？就可以打电话去跟柜台反映，他说好，他联络前台了。2026年要有一个无烟的环境哦。各位观众，因祸得福，我们现在换到了楼上的，哇，居然是海景房哎！维多利亚港就在我们前面。先简单看一下房间吧。这个门口一进来呢，旁边这个厕所呢，我觉得蛮漂亮的哦。它没有干湿分离，但是它这个浴缸呢是 OK 的。这间可能原本是给无障碍使用的。房间的话就是简单的1张双人床，这里有附2瓶水，然后这里有个贵妃椅，这边也有一个书桌可以工作。老婆，我们今天可能要去一点比较正式的餐厅，但其实他说穿就是轻松休闲就好了。那就代表还不够高级啊。没有，已经很厉害了。时尚休闲的定义好难，时不时尚这件事情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？那大家觉得我穿帽 T 可以吗？穿帽 T 算是时尚休闲吗？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大家有看到那一艘船吗？那艘船就是我帮詹准备的行程，张宝载船，有点像是去维多利亚港上面去一睹这个维多利亚港的风光。OK， 第一站那就任由我摆布喽。好，我们这样子2晚，刚刚看到的那个房型是12000台币左右。我不知道原来富豪雪糕在这边呢，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富豪雪糕，13块1支。最经典的这个照片呢，一定要来这边拍一张吧，来，耶！你有吃过吗？没有啊，咸的。有点咸的感觉，我觉得好吃它有点像海盐冰淇淋。今天这个富豪雪糕车呢，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做功课，算是一个批人的不期而遇，有一种小惊喜的感觉。大概从喜来登饭店走3分钟的路程，我要带你来的是尖沙咀站里面的一间 bar， 叫做 iBar。没有带小孩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去喝酒，而且它的景观听说非常好。然后因为它不能预约，我试着预约过了。你知道我很少做功课的。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 iBar， 它有这个户外的露台区。那点餐的话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人带位了之后呢，到外面就可以做点餐。基本上最黄金的座位呢，应该是在这个地方，这个角落，它可以看到这个夕阳。我觉得我们坐的这个吧台区，让我有一种无边际的感觉。往外面这样靠一点点，你就可以看得到它下面了。所以它这个无边际的感觉，我觉得做的还蛮厉害的。现在这个时间呢，其实是下午5点多左右。我的计划啦，就是呢，我们可以连同黄昏，然后到晚上的景一起看到。哦，聪明哎。对，我们大概6点半离开。好小资哦。轻奢，轻奢。我觉得这个夕阳很美，但是因为香港的高楼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刚好被这栋挡住。我们好像2个认真来高空酒吧吃东西的猪。你在吃高级餐之前带我来那么久吧，你是不是怕我在高级餐厅把你吃垮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已经有夜景出来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维多利亚的夜景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暮色，但我觉得已经可以了。我们正在这边从白天待到了晚上，我觉得 iBar 这个行程大约可以花1个小时，然后刚好从黄昏到夜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行程。你看，现在后面景完全又不一样了，很漂亮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行程很成功。出发晚餐，我老婆是最漂亮的，虽然结婚4周年了，还是维持得非常漂亮，脾气也一点都没改。下一站我要带你来摘星，它是位于4季酒店里面米其林2星的龙井轩，期待吗？我还蛮期待的，2星米其林2星，期待吗？期待。不一样，4季酒店不一样，那个味道氛围都不一样。现在好像是2星的，但它是第一间得到米其林3星的中菜餐厅，我觉得它的服务蛮细致的，而且服务人员算是非常的热情，跟我们在讲解我们应该怎么点餐。他说我们不用一次点太多，就是慢慢点。先上了一道小食，这不是我们点的，
左手边是酥炸南瓜，右手边是酥炸冬菇，然后下面是这个酸甜的酱。你看它这个南瓜里面炸的怎么有点流出来的感觉？然后面衣处理的很好，因为很薄，然后南瓜本身保留那个食物的甜味，我觉得很好吃。那这一口都才50元是港币哦。鸡骨还有鸡皮炖煮了6个小时以上，相当的浓郁，然后每一口都是满满的，我看起来是胶原蛋白，很好吃哎，感觉整只鸡都在我嘴巴里面跑。它就很像是一大块的牛菲力，它不像我们平常吃到的爆炒牛肉，就是会一整块要下去慢慢嚼，它是一咬就可以断开的。然后这个虾子非常的弹牙，它的锅气非常的重，主要就是服务员刚刚有提到说，他们这间店最 care 的东西就叫做锅气。上甜点之前呢，还要给我们甜品茶，周年快乐哦！辛苦了。甜点是另一个味，听说杨枝甘露也非常的有名。哎，怎样？被你挖的好奇怪哦。然后它下面就是芒果布丁啊，要记得把它挖掉。现在讲感想，觉得服务一流，非常的好，整体的设备氛围会让你觉得，哦，原来中餐也可以吃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。我们就是穿的，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个时尚轻便。但是我发现大家的时尚轻便可能再正式一点。还看到有人穿旗袍。我们就真的点了3菜1汤，然后因为他们还有一些前菜，然后还有一些结尾的甜品什么的，就吃下来我就觉得哦，好像很刚好很好。我觉得味道的话呢，它就是好吃，就是你会知道它是一间好吃的餐厅，但是它真的就是跟人家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它很淡。不是价钱。整体评估下来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周年的时候来，特殊节日的时候来尝鲜。最重要的老婆，最后我们这样子3菜1汤，你猜吃了多少钱？1万多吧。我刚后面的时候我已经不敢听价格了，我就觉得哦，好啦，你就点吧。我们最后吃了3菜1汤，公布答案，我们最后吃了9400。什么意思？比想象中便宜，对啊，可是还是好贵。我觉得我们要再多尝试。我觉得我们要再多赚钱。大家早安，第2天一早我们就睡到自然醒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吃我订的第2间餐厅，一样是一个摘星之旅。然后来香港的话，一样是吃这个港式的这个天龙轩，在酒店里面我们要往这边走，然后走到酒店之后呢，再上电梯。首先要先坐电梯来103楼，然后再下一层楼。我们刚刚坐电梯已经坐103楼没错，比101还高哎，101、102、103。谢谢。这间就是我们安排第2天的中餐天龙轩，它也是米其林的一个踩点处。我觉得来点中午的套餐还不错，因为它有这个龙轩午宴，然后它其实有点像商业午餐的概念。这样吃下来的话，一个人大概600多块港币，我觉得现在相对划算的选择。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吃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。我觉得是因为这里有一种更通透的感觉，而且这个高楼看下去那个灯很亮，然后又有水晶，这萝卜糕外面真的恰恰很好吃哎。我倒是觉得这个叉烧肉很好吃，而且它上面有一层淡淡的桂花酱，吃起来会让那个肉整个有一个很不一样的风味。然后它淡淡的不会抢戏哦，然后它肉本身就是很 Q 弹、很嫩，好吃的叉烧。真材实料的萝卜糕，然后上烧萝卜粉，可以。这间目前你就觉得心情会好。对了，这家店的叉烧是有名的。如果你晚餐来点的话，你就只能单点，所以是点一盘叉烧。我自己觉得它这个一间套餐非常划算，因为就是它就给你2块，你就不用吃到这样。太酥脆了吧？有点像醋鱼的那种概念。我必须说，它这家分量是真的多，因为你看它第2道菜呢，除了这个软壳蟹之外呢，它的右手边还有一份这个炖蛋，但是呢，还有这个鲑鱼丸，非常的鲜美，然后它的那个骨肉很新鲜，吃下去真的会有一种海洋感，它那个海味其实蛮重的。这么粗的芥兰，这么嫩，这么夸张？它没有牵扯感，很好吃。它调味起来就是刚好，不会有让你说太咸或太清淡感。你有吃到它的尾韵吗？它其实是有锅气的，然后它最后带一点甜。芥兰系的。好吃啊！老味的芥兰酱好吃。你看这个虾仁，首先呢，虾仁本身就非常大一块，
还有这个米饼，因为虾仁非常的嫩，它米饼也不会说很硬，有点像是那种炸物，薄薄炸物外面的那种面衣的感觉，也吃起来也蛮好吃的，蛮搭的。你的盘子最后一根芥蓝，先跟他说再见。再见，好吃的芥蓝。他没有别的，他只是晚上出现的。哦，应该是。最后一道菜荷叶炒饭，旁边这个是牛肉。哇，那牛肉超嫩，好夸张哦。很夸张吗？我们吃口袋，又嫩又软，这是高级版的葱爆牛腩，天龙轩很棒，好吃。而且它的番薯是紫薯味，只属于你。做鱼的时候有跟他说我们是庆祝周年，所以他有特别给我们这个 Happy Anniversary 的小点心，觉得很有心。里面是包红豆，很浓。天龙轩我觉得还会想再来。全民估价王刚刚已经跳出刷卡东西了，请问我们这一摊两个这样 set 是超大概花多少钱6000，无敌海景哦6000， 5500。哎，那个商业午餐鸡腿哦，谁准我们当时间管理大师？太 J 了，好不适合我们哦。抱歉，我这个米其林吃完之后，我要带你来搭的是张宝仔船，在维多利亚港上面的一个船。像我们昨天是在外面看维多利亚港，我们现在直接走上维多利亚港。在尖沙咀码头1号的登船台这边哦，我们在等前面那个张家宝号体验之旅，它就是一个下午茶的游航啦。然后它会游这个维多利亚港，我们在Klook上面订的哦，一个人的费用是1700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出发了，很神奇，因为你看，你这样看过去，这个地方前面它是斜的上去哦，它真的有点像海盗船，你知道吗？你在那个地方如果浪很大的话，是真的会这样子上下的。它反而出发了之后，我觉得没有那么晃，因为整个河岸是非常平稳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不想去想。你有看得出来吗？我们这个船舱在那边，然后往这个方向上来，所有的椅子几乎是斜的状态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很漂亮的风帆。重点是我真的没有这样子坐船在维多利亚港上面，这感觉真的非常的奇特，然后非常的舒服。船票里面是有包含这个下午茶的，大家好像不用吃那么饱来做哎。我算是会安排行程的吗？你这次的行程好绝哦，很棒哦，好可怕。快乐哦！我现在录起来，我都觉得好像在拍港片哦，就整个人太港了。然后我们发现楼上2楼有很棒的这个卧榻区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你看，一整个可以躺在上面。张宝仔号还蛮值得来体验的，蛮特别的。它总共行程会是1个小时，我们会在这个维多利亚港上面chill1个小时。起床，小孩要上课了！小孩要上课了，快起床！好，我就把你丢到船下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张宝仔号哦，是香港非常代表性的传统中式红帆船。然后它是以清代的海盗张宝仔为名，结合了怀旧的造型，还有维多利亚港的夜景，是观光客情侣轻奢行程必排的体验之一。我觉得不止黄昏夜景很美，其实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白天来看也非常的美。重点是我觉得它的气氛很浪漫，然后你也不用穿太拘谨，穿的一般轻便的衣服就可以登上这个船。这个会不会睡太过分，甚至还有一点打鼾的声音？我好以你为荣哦，老婆。大家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吗？刚刚就是同船的，然后有另外2个女生，她们应该是一起来玩的。然后结果下船的时候，她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请问一下，你的刘海是怎么弄的这样子卷卷的，然后有蓬松感，而且都不会动？”我平常都会用定型液嘛，对，然后我再用那个刘海胶水粘住。对。但是呢，我如果有戴毛帽的话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你还戴发箍？它就是先固定住，就是不要压到刘海，然后你就是在戴了发箍之后，然后再戴毛帽，它就可以不会碰，它就不会压到你的。对，好聪明哦。而且你要稍微有一点厚度，然后最好是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毛的那一种，它是增加摩擦力。我真的太以你为荣了，我没有想到。就是路上的女生经过你，或者是跟我们同船的1个小时之后，她会发现这件事情。我们这一次饭店就定在这个码头的正旁边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休息。晚上我还要安排一个精彩的行程。好多彩多姿哦！到了，我们终于到了。我今天要带你看夜马，就是赛马。我从来没看过这个东西，但是我就觉得说这很适合我们周年的时候来看看。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带小强。
对，太酷了！香港的马场超级大。你怎么在这边？某某桑，你怎么在这边？我真的要吓死了！不是，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打给我，然后你刚好人在这边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不要介入我们好不好？这是我们周年呢。大家要注意哈，这边有特别写18岁才可以去做投注哦。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赔率表，我觉得非常的酷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像12号就是非常多人下注，它那个 win 就是代表说他第1名的话会有2.4倍的奖金 ，place 的话就是他有名次的话就是1.5倍。那像是9号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可能就是比较冷门的。如果他赢的话，就会叫做黑马。3号、7号、12号，我买了这个前3名的位置。然后我老婆对6号很有信心，她买了独赢，还有前3名，准备要去比赛了，加油加油！有没有近距离的看到马场的草地很酷吧？等下马儿们就会近距离的从那边咻这样子过来，然后到这个终点线，太酷了！而且马一回来的时候，大家就开始加油加油加油，很有趣耶！现在第1名是11号、5号，哎，9号真的是黑马哎！加油加油！3号、7号、12号吗？我有吗？有啊，你有啊。我中了吗？你就是台湾人的心态啊！这场会输一定就是因为我。这是反指标呀，大家下次前可以来找我。第1名9号，非常帅气的在这边展现。每场赛马的中间都会有人来这边表演，这根本是一个小型演唱会啦，超级热闹的。在这个地方享受，而且这边的餐点是自助餐哦。在马房湾露台这边呢，它有水果、蛋糕、冷盘，然后像是热食这些蔬菜，以及 barbecue 烧烤的肉类。最棒的是还有一块现切的大牛排，超赞。以及这边的红白酒都是喝到饱的哦，老婆，周年快乐啊！太快乐了吧！开心卡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适合我这种可以拍照不行。我以为我们大概花个1-2个小时体验就好，但是我觉得要整场。我们今天刚好是9场，我觉得要9场都看完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太帅了，好好看哦！我觉得每次看他们跑出去的那个刺激感真的很够。我觉得赛马是绝对要来体验的行程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拜托你排一个晚上来这边，然后在这边吃饭，在这个餐厅居高临下去看这些赛马的赛事过程，也非常的尽兴。看完赛马之后，我们回到饭店，然后想说来看一下维多利亚港的夜景，真的是很厉害耶！对，真的很。对啊，你看这样看过去，哇，真的是香港的繁荣就在这片夜景里面一览无遗啊！大家，我这一次其实安排到香港度过周年，心里就想说，会不会有点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？但我发现很棒，而且不带小孩来这边，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就是一些比较大人做的事情。各位情侣、各位夫妻们，如果你有办法把小孩，或者是有办法排出3天2夜的假，香港就够了。你会玩得很热闹，然后你会吃得很满足啊！大家晚安。最后一天香港，早安！你能不能不要介入我们的周年啊？我们是来这边庆祝周年的。我们昨天在那个马场巧遇某某桑，我们还是别演了吧？对啊，我们干嘛啊？这个我们一坐下来，要先上3碗汤。第一道一样是点了詹最爱的炒菜心。炒菜心的那个起源地是在这边。这乙香茄子也是我们来都会必点的，它其实是那种很漂亮的紫色，它嫩到有点不可思议。所以我刚才有跟他说，帮我们炒熟一点。对，但是它看来是没有听进去。它的调味料是好吃，然后它口感也很好，这个牛粒也可以。可是如果你完全不要吃到见红的话，真的要特别提醒他，就算提醒他，他也不一定会听。刚刚付钱的时候，临时发现他的8达通不能用，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要去换钱。还好我们还有带现金，还好台币有带在身上，不然就好笑。大家港币还是要换多一点。我发现香港这边其实那个现金流通率还蛮高的。3天2夜的周年庆祝之旅结束啦！
好难得的放松的行程。吃的部分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吃的很不错。我觉得价格我们这次吃的是蛮不错的。对对对，衣服的话，我没想到香港这么冷呢。它就是早上太阳大的时候很热，到了中午偏下午的时候，到了下午的时候又觉得有风，要穿外套。对，我觉得有点像台湾寒流的感觉。然后住的话，我觉得这次住的这个喜来登，我们两个好像没有推荐呢，因为我觉得它隔音好差哦。我们早上起来是被就是外面的砰砰砰砰的声音叫醒的。行的部分呢，我们主要就搭地铁。那我们这里住的地方就下面就是尖东站或尖沙咀站，其实都还 OK。好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一次周年的香港之旅。老婆周年快乐，爱你哦！没有小小李，大家就不看。我们要蹭小小李的流量，不好意思，大家有空的话还是帮我们点开来看一下啦。会吗？